买房移民阿根廷，出租自住皆可行。最近，阿根廷在房地产市场推行新政策，为近年来低迷的市场注入强心剂哦。移民买房、收租等升值这条路真的可行吗？ Hola，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投资阿根廷房地产对于移民阿根廷，甚至是加入国籍方面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是投资进场阿根廷的好时机吗？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段时间的研究与看法吧。在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雷2023年12月上任后，就马上放宽了阿根廷房地产的管制。经过1年的时间，市场表现出非常看好的趋势哦。是什么政策利好了？有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呢？首个重要改革就是取消了租赁市场的租金价格管制。在此之前，租赁法规定租赁合约最短期限为3年，每年租金的增长需要与 CPI 的50%以及 RIPTE 的50%挂钩。听完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難捉摸啊！连签約的時間多長都要關心，這麼體貼的規矩就不要有啦。对啊，这让阿根廷首都 Buenos Aires 的空置房产到了2022年的时候，一度高达20万套，比2018年同期增加45%。在阿根廷比索汇率波动那么大的情况下，长期锁定一份合约的做法很不合理啊。业主们为了不会亏本，开价就肯定会高一点哦，或者要求支付额外的押金，以抵消汇率通膨的风险吧。现在取消租金管制之后，租金可以用任何货币自由定价，包括美元、欧元，甚至是比特币，也没有规定时间长短，这就把汇率通膨风险降低了，称得上是房地产的强心剂哦。今年到目前为止，出租房屋供应量就激增184%，而且租金还比去年下降了40%。何止强心剂啊，一来就是真真正正的大招啊！并且在2024年7月取消了1.5%的房地产转让税，买卖房屋的交易成本就进一步降低啦。放大招不用憋几年，阿根廷出手就显现。这些都是小 case 啊，下面关于税收方面的这一招可以说是大招中的大招啊。减税是最受欢迎的啦。在这里要进行一些背景说明，在阿根廷是有过对资金实行严格管控的措施，例如官方汇率外币限购、汇款要征税、结汇等等。很多阿根廷人为了存钱跟避税，会把财产放到外国或者投资房地产，例如在巴拉圭就有很多了。米雷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于是就实行一项名为 Blanqueo 的税收特赦政策，把阿根廷人在国外未申报的资产合法化，目标在于鼓励大家把资金转回阿根廷存放。申报的前10万美元可以免税哦，而且申报的越早，税收就越少。早有听闻阿根廷人为了保存好血汗钱，很多都会放在外国呢，要不就是放在 Gonchon 银行啊。这些从外国回流阿根廷的资金，相信有部分会流向阿根廷的房地产，因为在经历过资金管制时期的阿根廷人对当地银行信任度不会是很高，除了Gonchon银行之外，还是买房会比较安全哦。所以就要买个小公寓，然后放个床垫，再放点美金在里面，这才有家的感觉嘛。Perfecto， 这些利好因素都会让房地产交易量有所增加，房价呈现再次上涨的趋势，也让阿根廷人对本国的经济更为乐观。既然如此，在阿根廷买房，对于想要移民阿根廷的移民人士来说，有什么实际好处呢？好处多多了。首先，买房之后不用交租就有房住了。这么好的好处都被你想到，厉害厉害哟！现在阿根廷的房价那么吸引人，又有政策利好因素，是以低成本进场获得优质房产的好机会哦。确实有很多移民人士在到埗之后，甚至是之前会考虑买房自住，只要把原居地住的房子出售，就有一笔资金在阿根廷买房啦。如果不自住的话，也可以出租，有稳定收入之余，还可以坐等数
年之后房价高升，低买高卖吗？看来上涨的潜力很大哦。如果阿根廷人对未来感到乐观的话，变得越来越好的几率就更大了吧。而且在今年，阿根廷银行开始再次向阿根廷居民提供抵押贷款，这算是房地产市场的一剂加速剂啊！意思就是说，以前向银行贷款买房很难，现在开始变容易咯。那么可以买房的人变多，价格就自然高涨咯。所以这并非那种炒房赚钱的套路，而是一笔长期投资。但如果是真的想要长期移居阿根廷，甚至是想要加入阿根廷国籍的话，这条路是值得仔细考虑哦。所以谈了这么多，现在知道阿根廷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投资机会。当然也不要忽略，目前阿根廷经济依然处于休克疗法的阵痛期，但也伴随着很多机会，对吧？可是买房这件事，对于办理阿根廷移民签证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买房就能获得居留权呢？其实阿根廷的移民政策并没有明确说买房就能获得居留权，所谓的黄金签证是没有的啦。但是买了房对于申请居留权来说是有妙不可言的优势哦。不要卖关子啦，快来详细说明一下吧。在之前我们介绍阿根廷居留权的影片里，就有一个方式很适合来配合，那就是通过受益者方式来申请临时居留权哦。我记得要求大概是每月被动收入达到5倍最低工资，至少持续2年吧。聪明，按照目前汇率计算，收入要求大约是1500美元。如果在阿根廷买房之后，找个一表人才的长租客签约2年，那么就很容易满足收入要求了吧？如果一套不够的话，就买2套吧。或者再加上其他收入，例如银行利息、股票分红或者是退休金，那估计就能达到要求吧。可是这样做也只能满足1个人的申请门槛啊，有家人的话怎么办呢？不是说要人人1500的吗？重点来了，当通过被动收入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了，因为也可以用其他合法的办法。总之，在获得阿根廷的临时居留权之后，直系亲属可以通过家庭团聚的方式来获得阿根廷的临时居留权哦。一听就知道，只要证明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你的配偶是你的配偶就可以了吧？别忘了还要证明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哦。申请流程大致是由已经在阿根廷拥有居留权的家人作为申请人向移民局提出申请，递交申请人以及家庭成员的必要文件，那就 OK 了。详情请看官方网站，连接放在影片说明栏。这个方法值得按赞哦。家庭团聚的精要在于，只要是阿根廷居民的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或有身心障碍的家人就可以申请哦。确实如此，虽然不是直接买房获得居留权的黄金签证，也不会是一家人能够同时获得居留权，但有通过房地产获利的机会，还可以每月收租，并且能节约家人申请居留权所需的每月收入要求，堪称一箭三雕啊！虽然如此，但移民之路不会是一帆风顺啊。就算我们觉得好，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位移民人士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哦。移民功课不可少，做完方知好不好。无论投资还是移民，任何时候都有风险存在哦。阿根廷冷笑话也说嘛，这里是非洲，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很复杂。衡量各方因素后 Buenos Aires 会是很多移民人士的买房首选地，因为这边的市场流动性最高，每平方米平均价格已在稳定水平，人口也有1500万，城市建设得很漂亮啊，有美洲巴黎之称。这些因素都是未来房价增长的基础哦。那么目前首都 Buenos Aires 的公寓大概是多少钱呢？截止2024年11月的数据，以美元计算，单间公寓平均价格在102000美元，一卧室平均为123000，2卧室大约是17万。
今年的售价平均上升了6.6%，但平均价格仍然与历史高峰相差17%。售价上升表示感兴趣的人在增加，而且目前的价位进场还不算太晚吧？在销售额上可以看出人们对未来表示乐观，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1%。以目前的销售速度计算，所有挂牌销售的公寓存量为15个月，在2023年同期，库存量是20个月。这些数据都表现了阿根廷房地产价格上升在不断加速了。那么现在是跑步进场的好时机吗？可以说 Buenos Aires 的房地产低迷期正式结束，开始出现销售热潮了。市场上的需求要大于供应，性价比高的房屋估计很快就会成交了。随着银行提供更多抵押贷款，还有国外资金回流阿根廷，选择买房的人就会更多吧。买房在阿根廷算是一种存钱的方式，无论房价如何波动，大家都觉得不会像比索那样波动的那么大啊。是啊，但对于移民人士来说，在阿根廷买房这件事不能只是考虑存钱、应对汇率波动这样子，也要跟未来的生活规划有很大关系。究竟是自住还是长租，或者是经营 Airbnb 短租民宿的生意，各方面因素都要想想哦。长租屋的出租率、回报率都比较稳定，也比较省心，还会对申请居留权有所帮助。我觉得这个不错哎。可是短租回报率更高哦，如果遇上旅游旺季了，收益就更多啦。那么阿根廷这个大富翁机会适合什么人来玩呢？很明显，这不是短期获利的地方，这里需要有耐心，适合寻求长期利益的人。而且除了是资本投资以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投资啊。生活方式怎么投资呢？什么意思呢？ Buenos Aires 就是南美的巴黎吗？在这里可以享受很欧洲的生活方式，住在很欧洲设计的房屋，但却不用支付很欧洲的价格啊。Perfecto。那如果想真的要在阿根廷买房，有什么温馨提示呢？你就不要说要有钱之类的冷笑话吧。最重要是准备2份文件，第一是有效护照，这应该不用特别说明了吧？聪明的你肯定知道，有效期至少6个月以上，最好是保持有1年哦。第二是阿根廷税务识别号，这类似于社保号码，需要向阿根廷税务局申请啊。有了这2份文件，就可以在阿根廷做大茶饭的生意啦。那么有了这个税务编号，就是税务居民了吗？这只是行政手续上需要这样做。居住在阿根廷超过183天才会被视为税务居民。听说在阿根廷的大茶饭都是用美金，买房也是吗？是的，通常来说，卖家开价都是以美元计算，或者用欧元也可以。那么在交易过程怎么付款会比较安全呢？在自由奔放的阿根廷，连用牛排付账的事情都时有发生，所以付款方式可以很自由了，现金、转账或者比特币都行。可是没有记录或者无法追踪的交易是会有税务甚至违法风险哦。通常来说都会用以下2种方式付款。第一是直接将资金通过外国银行转账，汇款到卖家的阿根廷美元账户。第二是，如果卖家不接受在海外银行付款，那么就要在阿根廷开设银行账户，把钱从外国银行转到阿根廷，然后再转到卖家的账户哦。那就是说，最好是用银行转账，这就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呢。由于外国人在阿根廷没有金融活动记录，因此无论使用哪种付款方式，都必须在买卖契约中说明资金来源哦，以避免被阿根廷的税务局认定为洗钱活动。务必确保契约内容与实际操作一致。那还有什么补充吗？大家都知道阿根廷是使用西班牙语，所以外国文件都需要翻译成西班牙语，并且有海牙认证才可以在阿根廷使用。反之亦然，在交易过程中需要签署的文件应该都要有翻译成你能理解的语言的副本一份。
才可以确保签署的内容一致哦。最好还是聘请专业人士为交易保驾护航吧。对啊，无论买什么房，想要常住也是需要申请阿根廷的签证吧。来看看这支影片，了解更多吧。我们会经常分享拉丁美洲移民资讯，请按赞订阅，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Ciao。拜拜。